哇，你连刚刚我们吃饭你都注意这么多细节，哇，好感动，我要嫁了。这一题我觉得我们会崩溃，张惠妹还是周杰伦？我终于证明我是台湾人了。我一直在抓你的点。假设你现在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要选哪一个？企鹅跟二哥。企鹅绝不走心。按订阅不用钱啦。好，我是我是浩然。今天我们邀请到马来西亚的朋友，据说他已经来台湾10几年了，15年，这么久了。刚认识你的时候10年而已，默默就够5年了吗？对啊，我们认识这么久了，那你当初怎么会想来台湾啊？很多机缘巧合啦，因为那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失恋，我想要换一个地方。那想必你来这15年蛮熟悉台湾的吧？应该算是，但我的生活圈其实都是在公司。哦，对，我还跟我一样很宅，全职宅男。今天想说想来邀请我们的浩然，默契2选1。今天的默契2选1呢，大概都围绕着台湾这个主题，想说可以分享我们对于台湾题目中的一些细节，可以吧？你应该可以介绍吧？结果都是我不能介绍。会不会发现我们都完全没有默契？那如果很有默契怎么办？没有默契。要不然是我的了。不要不说，开始喽！卤肉饭还是大肠包小肠？3、2、1，卤肉饭！啊！天哪！天哪！因为我知道你喜欢吃饭，我们刚刚吃火锅的时候，你就一定要饭才吃。大肠包小肠就感觉是那种你出去玩郊游的时候，然后那个阿姨在那边卖大肠包小肠，然后就会点的东西。哇，你连刚刚我们吃饭你都注意这么多细节，会不会变成我在猜你的喜好？不可能吧！我跟他认识5、6年，见面次数差不多2、3次，不可能吧？好可怕！还是你在偷分我都有在看你的影片。谢谢。好，下一题，红茶还是乌龙茶？3、2、1，红茶。对啊，完蛋了，会不会变成我是你的隐性粉丝？可是我没有在我节目上提过任何的红茶这2个字啊，因为乌龙茶是我喜欢喝的，我就猜你应该是喜欢红茶。我好感动，我要嫁了。这样子我全部答对的话，我有没有奖励？我送你好玩的东西，好吧？总共有将近20题。20题，那我们要加快。6题的话呢，我们2个就要换装给大家看。你说答错6题，就这2个，我们默契不行，我们不能结婚。除毛还是采耳？3、2、1，除毛。为什么？才很舒服啊。是很舒服，没错，但是除毛就是越除越爽。但是呢，今天我们要谢谢我们这个干爹 You Like， 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之前有出个热辣除毛影片，非常红。但是像我最近常出国什么，要约时间，他们跟狗太忙，他们太高级，有很多人去预约。大家喜欢你的叫声。我们刚刚介绍这款 You Like Air 3蓝宝石冰点无痛脱毛仪，不再是女生的专利，男生也非常的需要。因为即便你出去健身房洗澡泡汤，冬天可能要去一些黄池啊之类的地方，甚至是跟另外一半的房事，第一点看到都是毛。如果你不除炸在那边，另外一半或是他人看到，真的是会不太舒服。所以今天这一款呢，非常的推荐给你们。这款非常简单，只有一台机器跟电压器，大家就可以轻松的脱毛。重点是它越用越久之后，你的毛会越来越慢生长。好了，我刚才已经把大部分的毛都先刮掉，你看蛮干净的嘛。因为我最近都有在使用这台脱毛仪，所以我的胡子跟毛发什么都会变得更加的嫩。然后现在我就要直接来示范一次在家如何使用。我先把我们的机器插上变压器，我先来示范一下如何使用轻柔模式。首先是我们的纯毛的部分，上墨镜，右边这边开机。然后再按一下刚刚开机按钮，可以再选择不一样模式。这个是身体模式，再是强力模式。每天用1次，只要3周就可以见效，不用一直花大笔的钱跑去医美诊所去脱毛，非常的花时间，还要预约，很麻烦。这台就可以在家自己轻松的做。而且这还很厉害的是，它已经出到第3代了，它有支援一个连发模式，只要按住。机子一侦测到跟你的皮肤做接触，它就会自动的脱毛。连发模式上有没有很多点点？你看我都没有按它，在家真的非常的方便。还有这边嘴唇下方都会有小细毛，有没有？非常的简单。连发模式1分钟能除完1只手臂之外呢，只要大概10分钟左右就可以把全身除得一干二净。以及我们的腋下真的非常的重要。然后如果这边毛发比较硬的话，可以再启动我们的身体模式。
然后再来是我们的四肢的部分，大家注意看，我这边还有些许的细毛，还有黑色的点点，这些都是毛囊。然后一样轻松打开，连发模式启动，3个点点。重点是这边有一些私密处的部分的毛可能会炸出来，出来内裤会不好看，这边也可以除一下。其他画面可能就不适宜播放了。重点是大家也不用担心这台不安全，因为这台脱毛仪在韩国非常的火红，已经出到第3代之外呢，它还有请韩国超知名的明星全智贤来带 YouLike Air 3蓝宝石冰点无痛脱毛仪，而且这台还有通过国家的认证，所以大家完全不用担心。而且刚刚大家也看到我使用的过程中，真的非常的简单，非常的轻松，不用任何的学习经验就可以简单的在家脱毛，所以我非常推荐大家这一台冰点无痛脱毛仪在家自己轻松脱毛，大家都可以跟我一样。美美的出门盛装，毕竟现在夏天，大家非常的爱去海边、去芙蓉、去白沙湾，最性感有过炸出那种细毛，真的是非常难看。光是这一点就直接输给大家，所以大家还不快点入手吗？最后这边给大家看看我前后使用3个月的对比，有没有非常明显有非常的差异呢？看我们刚刚的影片到现在，我的胡子还是非常的短。然后以下这边会提供我们的网址还有专属的折扣码给你们一起捡便宜，毕竟身为勤俭企业的人。一定要分享给大家吧。然后如果还有其他问题的话，可以在底下的资讯栏或是留言处看看更好的优惠哟。下一题，这题好像有点难，我真的觉得我们会过不去。蛋仔面还是春卷？3、2、1，春卷。春卷我自己也喜欢吃，因为我小时候我爸爸弄春卷炸酥酥脆，而且好像有葱还是什么，口感超好吃。下一题我觉得我们会崩溃，为什么？因为我刚刚在吃饭的时候有试探过你。啊？很难哦，做好心理准备好了。好，张惠妹还是周杰伦？3、2、1，周杰伦。我就知道，为什么？年轻人会比较喜欢周杰伦吧？对，这句话不是我讲的。我直接拖你下水。那你最喜欢张惠妹哪一首歌？3天3夜啊。我最喜欢的是《我要快乐》，因为那一阵子我小时候在玩线上游戏的时候都在听这首歌。什么是线上游戏？就有时候玩游戏就不想听音乐啊。不知道，我就刚好那阵子很爱这首歌。周杰伦的话是我小时候不爱，但是越长大，从当兵的时候开始爱上了他的《龙卷风》《简单爱》，还有《开不了口》，这几首爱到不行。而且我发现周杰伦歌很适合睡前听，因为他就会让你觉得心情很温暖，然后因为一直在缅甸听不到那个，不是。今天不是我，今天不是我，今天不是我，平常都是气人在造口业。那个其实就是他的特色，他自己也喜欢。下一题，女王头还是清水断崖？3、2、1，清水断崖。清水？为什么是清水断崖？因为我没有去看过女王头，我长这么大都还没看过女王头，而且每次都听到她说她的头快断了。我没有说一颗头不好，目前还没有因缘机会看到。你不喜欢看快要断头的女王头？赛德克巴莱还是关于鬼和我变成家人的故事？3、2、1，关于我。绝对是啊！我看到哭这真蛮感动的。对，你这个电影什么时候哭的？一起讲好了。3、2、1，买奶奶的时候。对对，我也是，我快哭了，秒掉我真的是太感动了，因为我们圈内人自己其实也没有想要当圈内人，但是又没办法改变，然后又希望家人的认同跟接受，然后他奶奶很尽心尽意的去爱这个孙子，是真心的陪他一起走过那一段。天哪，我看这集会不会哭啊？下一题，好像有点难我过不太去。我先想一下，我可以先想，我可以作弊吧，我不要故意陷害我。结束惩罚是我们2个一起惩罚。对啊，万一我觉得你很想要变壮怎么办？可能是我怪癖吧。阳明山还是象山？3、2、1，阳明山。I know you。我们没有 say 耶，我没有去过象山，真的，真的要去很近，但是我没有想要去的冲动。其实阳明山好像比较不需要爬山，阳明山只要开车就好了，然后到某山夜未眠看个风景，然后喝个茶之类的。小琉球还是绿岛？3、2、1，小琉球。为什么？因为我去过一次小琉球，我那个回忆真的是很满分。那绿岛？绿岛我没去过，而且感觉是监狱。我在讲刻板印象啊。为什么绿岛是监狱？对啊，是绿岛啊。然后兰屿是废狱记啊。我终于证明我是台湾人了。这题呢，我觉得你会错，我会错。五月天还是告五人？3、2、1，告五人。怎么可能是五月天？
我不知道，因为告五人的音乐比较 catch 到我。爱人就错过，带我去看夜生活。哈密瓜，哈密瓜，对，我好爱哈密瓜。你要不要吃哈密瓜？但是我最喜欢就是带我去夜生活，听着听着都哭了。什么？一个回忆，因为我看了一支影片，就是有一个人他抱着一只猫，那只猫就会这样抱着这个娃娃，然后你就试图要抢走，你就想想看。然后他就会抱着他主人，然后我就很感动，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是很依赖娃娃的人，然后我就觉得他是个安全感，然后他娃娃一被路人抢走，然后他就马上抱他走，就觉得可能被侵犯或是没有安全感，我就懂那种感觉，所以我因此爱上这首歌。你的哭点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大家哭的是那个红的那个 MV。红这首歌还没有接触到，反正不要偷挖我，假告五人。我有看他演唱会，是真的蛮用心的，因为他演唱会他后面的那个荧幕啊，还有那个造型都是很用心满满的，不像某些演唱会啊，都给我这边乱闹。哪一些？知道啊，荧幕很大，还挡到3个字，还挡到哪是？演唱会的荧幕啊，然后还挡到摇滚区的人，然后摇滚区的人看不到本人。那就是我没有说，我没有说谁，Josh 也不爱啊，我来拉人下去。来下一题，这个好难，咸酥鸡还是鸡排？3、2、1，咸酥鸡。其实这两个很像啊，就是很像，所以才难的，就默契二选一啊。我觉得咸酥鸡吃比较爽口，方便一点。对，我开始抓到你的点了，那点就是懒。我一直在抓你的点，在找你的点。好喜欢被领到点。剩下3题，我们快成功了哦。这题我觉得你应该过不去。户外音乐季还是夜店？3、2、1，户外音乐季。那你都不爱去夜店，没怎么在夜店上。我有啊，我很常去啊，但是要看是跟什。大趴不算夜店哦。怎么办？你怎么对我那么熟悉？你的线动每次都是大趴。因为我平常工作压力很大，1个月不是有可能30天，对，我几乎26天都在工作，然后我可能就是会空个3、4天去 party 这样子，就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那你呢？你是喜欢哪个？硬要去的话，就是夜店啊。为什么会方便吗？大趴很贵。哦，贵是贵，但是它有它的质感啊，它的装置艺术啊，还有音乐啊，还有人。最后2题，我们全部都错在最后一条。板南线还是淡水线？3。等，这个逻辑是什么？你是说喜欢板南线还是喜欢淡水线吗？对，谁会想？不管啊，3、2、1，板南线。你看，还不是选出来了？因为你家不在板南。没有，因为。短是哦，我知道，淡水线很长。对，淡水线有时候卡在大安区，你要停下车了，然后再接一个去西洋河。你看就是懒，超懒，又是懒。哎，最后一题了耶！天哪！哦，不用惩罚了，这已经。我觉得还是要惩罚吧。手工糕饼还是陶瓷？3、2、1，陶瓷。对，为什么你会选陶瓷？感觉比较轻松。没有，因为我对甜点真的还好。然后陶瓷可以有一个纪念价值在，像我跟多拉上次有一次去做陶瓷，就放着就是一种回忆啦。对，我是非常念旧的人。那你喜欢吃虾吗？我可以吃，我可以吃。剥好的？没有，因为我用嘴巴剥。口技很好。这是当然的呀，大家都知道。今天答对率75分，到节目尾声，我觉得还是不要让你太轻松的离开。我们来玩一个互动游戏。以往呢，我都只找异男玩这个，但今天特例，因为我想讲计时，没有转到什么就要执行。大家爱的是不是？爱情。为什么赢了反而还要惩罚？这没有惩罚，这是快乐的，你应该也开心。你想要什么呢？我想先知道。不知道里面有什么东西啊？也是哦，我干嘛问这么笨的问题？真心话，假设你现在要跟一个人在一起，你要选哪一个？企鹅跟二哥。哇！跟哪个二哥很熟？长相跟个性不要什么熟。我2个都不能得罪耶。我跟二哥这么熟，他也没差。要学瓜6的手势，企鹅绝不走心。谁？二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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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因为我喜欢矮的啊！我觉得我们应该要结尾打电话给二哥一下吧，我看他会不会接。他不会。真的吗？他不喜欢接电话，因为觉得很奇怪。拜托接电话，拜托。好哟，不是不登3宝殿。接了。二哥宝贝。浩然说：“如果企鹅跟二哥，你要跟谁在一起？你知道他选谁吗？”他
生应该不会选你吧？没有，他选你耶，怎么办？你一定知道，你一定知道原因。我跟你讲，以后来他不选我的话，他就给我去吃大便。哎，可是我们在拍影片呢，但是你也应该知道我选你的原因啊！你知道吗？我要听你到底跟他多熟？你觉得我为什么要选你？我完全知道为什么你选我，因为戴眼镜啊。不是，我觉得你会生气耶。因为我比较矮。对，爱你哦，二哥，谢谢二哥，这绝对不是侮辱，我是真的喜欢。他是真心喜欢你。 I don't fucking care。等一下，等一下，你后来干嘛大便？那我要选气了，是不是？瞄到了，你什么？第一个字是飞。好，这个字我们就私底下说，因为节目上不能显露出日本超红的止汗剂。我超爱，我超爱这个，然后再也是这个是什么？内企鹅口罩，再也买不到。现在也没办法用。可以用啊，就可能你去打雷射的时候可以用，尤其是如果你去雷射什么除毛，然后这个不小心烧焦的话，就可以用它。但是呢，烧焦的话用这台就不用怕了，我们 You Like 冰点无痛脱毛椅非常的好用，你看大家再他第一次用，第一次帮别人用就上手。以上这里就是我们的默契2选1，然后谢谢我们的浩然来我们节目玩，小老你们接班，小老那个左上角他就可以中，拜拜，拜呀。